村里被拐来一个漂亮女大学生，她和别人都不一样，不哭不闹也不跑，她只要撒个娇就能上桌吃饭，只要嘟嘟嘴就不用干活锄地。她好像很懂得男人喜欢什么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常常盯着她看，她脸上笑容乖甜。姐姐这么看我，是觉得我想逃跑吗？姐姐，那你觉得我跑得掉吗？我也是被拐的女人，今年是来这的第3年。王铁山家里前几天刚买了一个媳妇，长得白净水灵。王大娘让我去跟她说说话，开导她，让她安心待在这里，给她儿子生个大胖小子。开导成功自然是好事，也会有些脑子不开窍的死活不听劝，整天想着逃出去。王铁山新买来的媳妇就是个不开窍的，我整日整夜的去陪她，终于取得了她的信任，便尝试引导她，跟她说王铁山多好，跟她说生了孩子就没事了。可她就是不听，她反倒告诉我，她藏了一把铁钩子，之前试过很多次，能把她身上的锁链打开。她还说想明天晚上逃跑，问我要不要一起走。我朝她笑笑，说我不会走，我给石天柱生了个孩子，虽然是个女娃，但是石天柱爱我啊，我怎么会走呢？她看着我皮肤上深深浅浅、蜿蜒可怖的伤痕，似乎不太相信。我又说，这是我自己犯错误才挨打的，不是石天柱的错。石天柱是买我的男人。他眼里的惊讶又多了几分。姐姐，他就是伤害你了，你怎么还为他开脱啊？打你的男人怎么可能爱你？我很生气，石天柱不可能不爱我，没有人可以这么说。离开关他的黑屋子后，我将他要逃跑的计划和时间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铁山和王大娘。王大娘卷起袖子，抡起木棍就要往黑屋子里冲，嘴里嚷嚷着要把那女人打死。王铁山拦下他，等那娘们真有胆跑的时候再把她抓回来，把她丢到何瞎子家做妓，赚点钱买下一个妓。深夜，村里狗叫声此起彼伏，据说是王铁山新买回来的媳妇跑了，村里人一块出动去找他。我也被石天柱硬生生从床上拽起来，说去帮忙一起找。也就我到王铁山家的功夫，那个女人就被抓了回来。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她被剥光衣服，村头何家的光棍在她身上喘着粗气，不停地起伏。何光棍完事了，又轮到弹瘸子。村里的男人一个接一个，他们有的还没买到老婆，有的老婆就在人群中看戏。石天柱也递给王铁山5块钱，在我面前脱下裤子，趴在那个女人身上。那女人像个死人一般，不喊不叫，一动不动，目光呆滞地看着天空。男人们看得异常兴奋，欢乐地拍手叫好。女人们连忙跑回家，我也回了家。村子吵闹了一晚上，直到凌晨才安静下来。大清早，我起床去地里干活，特意从王铁山家前绕过去，看到王铁山跟王大娘扛了一个尿素尼龙袋子往后山去。王大娘跟我打了招呼，天柱他媳妇儿这么早下的干活啊？我点头，看着那尿素袋子，死了，不听话的玩意儿，活该死了，吵了我一整晚。王大娘啐了一口，晦气，我们先拿去后山埋了，待会儿再去你家。我干完地里的活回家，刚进门就闻到一股肉香。婆婆难得对我露出笑脸，招呼我放下手里的工具。铁山他娘送了半只鸡过来，说谢谢你提醒。她笑得合不拢嘴，往嘴里塞鸡肉，好吃，好吃。石天柱也笑嘻嘻地揽着我的肩膀过去坐下，夹了一块鸡肉放到我碗里，多吃点，下次继续。抓住逃跑的女人就有肉吃。我开心地点头。她好久没给我夹菜，也好久没这样搂着我的肩膀了。我要更努力地去举报那些要逃跑的女人。这不是我第一次举报要逃跑的女人，我自己都记不清举报过多少人。总之每举报完一个，都会收到些水果鱼肉之类的谢礼。每当这个时候，石天柱和婆婆就会对我好一些，让我上桌跟他们一起吃饭。所以我开始喜欢上这件事，甚至成了村里公认的干这活的人。谁家里刚买回个什么媳妇，都让我去跟他们交朋友，先骗取他们的信任，再尝试给他们做思想工作。思想工作做不下来的，就盯着他们，套他们的话，看他们要什么时候跑，然后举报给买他回来的那家人。村里人甚至还封我为妇女主任。我的男人和婆婆为此自豪，觉得我给他们家争光，于是我更卖力地做这件事。村委的破庙有个疯女人，我有时从地里回来的时候，会顺便给她带上一些野果子，她会笑哈哈地跟我说，错了，错了，这个人也是被我举报，然后抓回来的。她被抓回来的那个晚上，其实喊的是畜生，畜生。后来被折磨的实在受不来了，就下跪磕头跟那家人认错，嘴里都是错了，错了。逃跑前他十分依赖我，说我比他亲姐对他还要好，觉得遇见我是他被卖到这个村后唯一的温暖。我当时想，真是个傻姑娘啊，怎么能将我当做你的依靠呢？你的依靠应该是你的男人啊，只有让你的男人爱你，你才有好日子过。后来
他知道是被我出卖的时候，恨不得冲上来撕咬我的皮肉，满嘴诅咒我不得好死。现在人疯了也老实了，见我也不想打我了，甚至还笑嘻嘻地对我说错了，也没说过要逃跑的话了。我看着他大口咬野果，不由得想起今天被王铁山扔到后山的尿素麻袋。要是那姑娘听劝多好，听劝了就不会死了。再不济被抓回来的时候，磕头认错讨好王铁山也行，毕竟家里是男人说了算。王铁山要是开口，村里的男人也没人敢动他的女人啊，就是骨头太硬，老想着逃跑，才让自己命都没了。过了几天，这个被扔到后山的女人已经被人遗忘。王铁山又从别处买了个姑娘，据说还是名校毕业的大学生，聪明，长得还漂亮。我照样被叫去做这个姑娘的思想工作，却发现这个姑娘跟其他被拐卖到这里的女人不太一样。她长得很漂亮，是我们村目前拐卖来最好看的女人。醒来的时候也不哭不闹，我给她送饭的时候，她还主动跟我搭话，问我这是什么村，现在是在哪户人的家里。我给她说了，我们村叫富树村，这户人家的主人是王铁山。她眨着大眼睛问我，姐姐，我是不是被卖到这里了？她问我的时候很冷静，好像就是问我王铁山家有几口人啊，几头牛啊。我都有些惊讶，之前那些被拐卖来的姑娘，哪个醒来的姑娘不是哭着喊着求我放了她？自残的、绝食的，什么方法都用上，到最后只是折磨了自己。是啊，我说，但是你不要害怕，阿姨也是被拐卖到这里的，现在也照样过得好好的，只要我们乖乖听话，好好伺候男人，就跟结婚一样，这辈子也就这么过去了。他大概是听到了我也是被拐卖的，立即过来亲热地搂上我的胳膊，这招百试百灵。之前那些姑娘也是因为听到我是被拐卖的，认为跟他们是同类，所以放下戒心跟我亲近。她的嘴很甜，我看你不像阿姨，我叫你姐姐吧。我确实还不到当她阿姨的年纪，但因为下地干活风吹日晒，导致皮肤粗糙暗沉，头发发黄枯燥，整个人形如枯槁，所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了10岁。姐姐，我叫辛南荣，你可以叫我蓉蓉，我爸妈都是这么叫我。你可以给我说说，你当时是怎么被拐卖到这里的吗？我就当给他讲故事。当时我在找工作，有个中介跟我说有份朝9晚5，年底双休还月薪过万的工作可以介绍给我。这对只有大专学历，也不是什么好专业的我来说，简直是一块巨大的甜美蛋糕。于是就跟他上了车，没想到醒来以后就在这个村里了。辛南荣似乎很心疼我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蓄满了水汽。那姐姐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年，没想过要逃跑吗？有些场面在我脑海里飞逝而过，身上的某处陈年伤口似乎开始隐隐作痛。我笑着摇头，没想过，我很幸运，买我的男人很爱我，我也很爱他，我还给他生了个可爱的女儿。现在我们一家4口很幸福。听到我这句话的时候，辛南荣的目光跟其他人一样，瞟到我身上露出的丑陋伤疤，但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抹掉眼泪。那姐姐真幸运。村里还有被拐卖来的女人吗？她们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借机给她打预防针。这里穷乡僻壤，很少会有人愿意嫁过来，所以村里的女人大多数都是拐卖来的，认命的就留下来结婚生子，跟自己的男人好好过日子，不认命的，想逃跑的都被抓回来了。抓回来会怎样啊？死的死，疯的疯，有的被关牛棚，有的被关猪圈里，跟牲畜一起生活，过着跟牲畜一样的日子。我还将王铁山上一个买回来的女人的惨状详细的描述给他听，他紧紧搂住我的胳膊，眼里尽是恐惧，还有点我看不懂的情绪。他害怕的缩进我的怀里，小声的问我，这么多人都被抓回来了吗？村民们好聪明啊，像是提前知道他们要跑一样。我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不说话。姐姐，我什么时候可以见买我的男人啊？以前被拐来的姑娘都巴不得见不到买自己的人，辛南荣倒不一样，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你不害怕吗？他呆住，然后一脸娇羞的将头埋在我的肩膀上。害怕，但是我也明白了，姐姐说那么多是在告诉我，要想在这里过上好日子，就得讨好自己的男人。我知道我跑不掉的，所以我想像姐姐一样，让那个男人爱上我，对我好一点，然后再给他生一个大胖小子。不愧是名校毕业的大学生，一点就通，都不用我多费口舌。辛南荣脸上充满了期待。姐姐，买我的男人长得好不好看啊？既然是要过一辈子的男人，我还是想要长得好看点的。果然还是单纯大学生的想法，一副少女思春的模样。不过王铁山在我们村确实算得上是长得端正的男人，五官端正，身材魁梧，讲话还有一定分量。当然，挑女人的眼光也高，也不知道这个大学生能不能驯服得了他。目前看来，他是王铁山喜欢的类型。我将王铁山夸得天花乱坠，嘴皮子都比媒婆利索，
新南荣完全相信我，甚至还主动提出想尽快见王铁山。我把这情况跟王铁山和王大娘说了，大娘开心的直拍手。哎呀，这女娃好啊，总算碰上个看得开的了。听说还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，会读书，以后给我们王家生的娃也聪明。铁山，快去播种落。王铁山坐在门口抽烟。不急，再看看主人家说不急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这几天还是我来陪新南荣，王大娘给他准备的伙食也越来越好，俨然是在给他为被孕养好身子做准备了。新南荣似乎越来越依赖我，每天都要抱着我的胳膊，跟我聊很久的天。他好像对我们村很感兴趣，将村子的面积、道路、家家户户人口都给问过去。每次我问他怎么这么好奇的时候，他都是笑眯眯地说，以后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吗？当然想要多了解一点。我又陪了他2天，第3天出黑屋的时候，王大娘笑呵呵地将3斤猪肉递给我，天助他媳妇儿这几天辛苦了，铁山今晚就去播种，明儿个你就不用过来了。我想了想，跟王大娘说自己落了东西在房里，又折了回去。新南荣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，见到我返回，他又过来搂住我的胳膊。姐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看着他还带着点稚嫩的面孔，好言提醒，今晚王铁山就要过来了，我说过什么你还记得吗？新南荣抱着我的手松了一下，随后又收紧，脸上的笑容单纯又灿烂。记得，王铁山是我的男人，只有讨好他在这里才有好日子过。姐姐放心吧。我拍了拍他的手，知道就好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新南荣突然叫住我，姐姐，你回来是为了提醒我这件事吗？我点头，他笑开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姐。当晚，王铁山进了黑屋，之后几天我又听到石天柱说，王铁山接连几天都进了黑屋。他说王铁山已经被这个名牌大学出来的女孩迷住了，接连几天都摸进屋子里。今天早上还看见他将人抱回自己的房间，这么心急就把人放出来，也不怕他跑了。村里对刚拐卖回来的女人都不太好，一般都会锁在黑屋里，关在地窖里，总之不会给他们出来见人的机会。一来是他们大吵大闹惹人心烦，二来是怕他们跑了。像新南荣这样才几天就被从小黑屋里放出来的，在村里确实少见。又过了2个星期，我下地干活的时候，看到新南荣跟王铁山一起在他家地里干活。王铁山在锄地，新南荣也有模有样的拿着锄头跟在一旁。不过到底是没干过农活的女大学生，刚锄2下就丢下锄头，拧巴着一张脸蛋朝王铁山走去。我知道他是要撒娇讨巧，不想干活了。我刚跟着石天柱下地的时候，也受不了这苦力活，干没2下就不想干了。本想着撒娇能让石天柱心疼我，没想到却遭到一顿毒打。他直接将我往臭水沟里淹，用来锄地的锄头砰砰砰往我身上砸，嘴里还骂我下贱货。本来就是买回来干活的，还想着过舒坦日子呢。自那以后，我每次下地干活，就算再苦再累，也不敢开口抱怨一句。后来我发现，只要我将活干得又快又好，就能得到老公和婆婆的夸奖，他们就会对我和颜悦色。于是我就更加卖力地干活。新南荣站在王铁山面前，将自己磨得通红的手掌心递过去，皱着眉不知道说了什么。王铁山便捧起他的手心，放嘴边吹了吹，还让他到一旁去坐着，自己则接着干活。新南荣也很懂得男人喜欢什么，王铁山疼他，他就踮起脚尖吧，击在王铁山脸颊旁亲一口，表示奖励。王铁山很受用，看他的眼神热乎乎的，我想这个新南荣真有本事，驾驭男人很有一套。新南荣看到了我，笑眯眯地跑过来搂住我的手臂，姐姐，你好久没来看我了。我心想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怎么还会去看你？除非你还有逃跑的打算。他又说，姐姐，过几天我让铁山带我去镇上买衣服，你也跟我一起去吧。我在心里笑他的天真，被拐卖到这里的女人是不能轻易出村的，更别说到镇上去。村里的人都怕他们出去以后，借机联系外面的人进来，或者是直接跑掉了。这3年来，我根本就没能踏出过这个村。我觉得他根本出不去，但还是敷衍他。好啊，到时候你带上我，我也去买身衣服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新南荣真的争取到了去镇上的机会，并且主动提出要带上我。我也没想到，这次去镇上差点让我丧命。在去镇上前一天，王大娘到我家找我，让我明天跟着新南荣一起到镇上，帮忙看着他，别让他跑了。我有些惊讶，大娘，你和铁山真的放心让他去镇上？我们村这情况，怎么会放心？但不是那姑娘将铁山的心给收得紧紧的，我说了也不算啊。王大娘拍拍我的手背，所以麻烦你明天多看着点。你婆婆和天柱那边，我会去跟他们说的。镇上人多眼杂的，我一个人可能看不住他。没事，铁山都想好了，会悄摸派几个人跟着。如果你发现不对劲，马上告诉他们几个就行。第2天，我一大早就去了王铁山家。
他们家正好吃早饭，王大娘招呼我上桌，我已经吃过了，就坐在一边等着。王大娘准备的早餐很丰富，大早上的就做了清蒸鲈鱼。辛南荣坐在王铁山旁边，娇滴滴说怕鱼刺卡到，不敢吃。王铁山就用筷子慢慢的将鱼肉剔出来，再三确认肉里没有鱼刺后，才夹到辛南荣的碗里。辛南荣笑得灿烂，甜腻腻的说了声谢谢铁山哥。王大娘在旁边看得直叹气，嘴里喊着作孽啊，真是作孽。我这才信了石天柱的话，王铁山确实是被辛南荣给迷了心。我跟辛南荣来到镇上，大概是在村里待得太久，我的活动轨迹就只是从屋里到田头，从这家到那家，所以看到热闹的人群和来往的车辆，我有些害怕。在车上的时候还是辛南荣抱着我的胳膊，现在是我紧张地拽住他的手。到底是刚被拐卖来不久的人，远离大城市的时间不长，在这里他很从容自在。他兴冲冲地拉着我到一家卖衣服的店，选来选去似乎没找到合适的衣服，耷拉着脸，姐姐，这里的衣服不好看，没我们城里的衣服好看，这镇上的衣服哪能比得上城里的？这里刚兴起的款式，应该是城里淘汰好几年的，对他来说落后难看，对我来说却是漂亮的迷了眼。这3年来，我每天穿的都是婆婆剩下的衣服，她穿腻了，穿烂了，穿旧了，才会丢给我一件，根本就没有穿件体面衣服的机会，更别说买新衣服。我痴迷地看着这些新衣服，忍不住摸摸这件，又摸摸那件。辛南荣看到我的模样后，立即拿了几件我刚刚摸过的衣服递给我，让我试试看。我捏了捏口袋里仅有的5块钱，这还是王大娘给我的辛苦费，石天柱1分钱都没给我，也不可能给我。我没钱买衣服。不是了，我不喜欢，不喜欢没关系，是我喜欢，我想看姐姐穿嘛。姐姐要是穿好看了，我给姐姐买，反正铁山哥给我的钱不少呀。他好说歹说，抱着我的胳膊撒娇，最后我被他推进了试衣间。脱下衣服，破旧衣服的时候，我在穿衣镜里清楚看到了身上那些蜿蜒可怖的伤疤，一些画面从我脑海里划过，我的身体忍不住哆嗦。我在心里默念，没关系，石天柱是爱我的，我也爱他。换上新衣服的我很开心，忍不住对镜子自我欣赏起来。本来只打算试穿一件衣服的我，看到堆在旁边的其他新裙子，还是没忍住将手伸了过，一件接着一件换了个遍。出去之前，心里也对每件衣服都想好了说辞。这件颜色太亮，衬得我皮肤黑；这件太小，我穿不上；这件衣服太短，家里的男人看到会不开心。总之我是不可能买的。可是出试衣间的时候，我只看到店员端着笑脸过来，问我合不合适，却没有看到辛南荣。我直接丢下的手里的衣服往外跑，大街上人来人往，哪里有辛南荣的影子？我赶紧找到王铁山派来跟着我的那几个人，说辛南荣跑了。在他们打电话跟王铁山汇报的时候，我害怕他们将罪名全部安在我身上，于是拿过手机，哆嗦着对电话解释，不是我没看好，是辛南荣一直骗我，他逼着我往试衣间里去。我刚进去就出来的功夫，他已经不见人影了。他对这里还不熟悉，你多让些人来找，一定能够把他抓回去。大街上很快多了些步履匆匆的村民，我也跟着加入寻人的队列。不大一会儿，就收到消息，说辛南荣已经找到了。找到他的时候，他被一个锋利的齿口老鼠夹给夹住了脚，人坐在地上，白嫩的脚踝鲜血淋淋。王铁山站在一旁，青筋胀起，暴怒异常。我难以想象辛南荣抓回去后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，但我心里对他也有气，毕竟他差点也将我拖下水了。还好人抓到了，不然倒霉的就是我。辛南荣却完全没有逃跑后被抓到的恐惧，反倒流着泪伸出手求王铁山抱抱。铁山哥，我好疼。旁边的男人啐他，回去还有的你疼的，大伙儿麻利点，扛他回村。什么逃跑啊？辛南荣眼里蓄泪，从怀中的塑料袋里掏出一件黑色 T 恤，递给王铁山。铁山哥，我给姐姐买衣服，也想给你买一件，买完以后想去上个厕所，没想到却踩上了这个老鼠夹，我不由呆住。他居然不是想跑，是我紧张过度，误会了他吗？那我刚刚对王铁山说的话，把罪名全部安到了他的身上。要是王铁山相信了辛南荣，我会不会遭报复？王铁山果然转头看向我，眯着的眼睛里怒气腾腾。铁山哥，我真的好疼，你抱抱我好不好？辛南荣很会示弱，也很会撒娇，小美人泪眼汪汪的，谁看了都心疼。王铁山走向前，将她抱起，辛南荣带着泪笑开，再次讨巧的将手里的 T 恤递给他。铁山哥，回去你就换上这件衣服，给我看好不好？你长这么帅，穿上这件衣服一定好看。王铁山，了一声，很明显，他刚才知道辛南荣要逃跑时升起的怒气，已经完全被他安抚下去了。辛南荣转头看向我，又说：姐姐对不起，
我看你还在试衣服，就没有告诉你要去给铁山哥买衣服，让你担心了。那些衣服你都喜欢吗？都喜欢的话，我去给你买下来。我举报他，他还跟我道歉。我觉得这孩子真是缺心眼，但我宁愿他不跟我道这个歉。刚刚我给王铁山说的是，我只是进试衣间一会儿，立马就出来了，跟新南荣说的完全对不上。再加上因为我着急，没弄清楚情况，就让他们大费周章的来镇上找人。怎么说都是我看管不力造成，现在又害得新南荣受伤，我不敢想我回去会遭受什么惩罚。赶紧跟王铁山道歉，王哥，对不起，我刚刚真的是没注意，又太着急了，不是故意戏耍你们的，对不起。王铁山一脸阴沉的抱着新南荣离开，新南荣还在他的怀里扭头看我，姐姐，你还没说衣服喜不喜欢呢？喜欢我给你买啊。我战战兢兢的回到家，刚踏入门，就被石天柱用小臂大的木棍直接往身上砸。蠢货，看个人都不会，丢我们家的脸。石天柱下了狠手，一棍一棍往我身上砸得钻心疼。我被打得抱头趴在地上，露在外面的肌肤已经被打得皮肉炸裂，鲜血淋淋，疼得要死。我却不敢求饶，连声音都不敢发出来，因为我知道每一次喊疼都会换来更激烈的毒打。粗大的木棍被打折了，石天柱还不消气，婆婆又给他递了一根粗壮的棍子，站在一旁为他卖力加油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，还害了铁山媳妇儿脚受伤了，把他的脚砍断。女儿在旁边看得哇哇大哭，婆婆打她的屁股，捂住她的嘴，哭什么？把他打死了再给你买个新妈，回来给你生一个胖弟弟。这一晚我几乎死在石天柱的手里，后来大概是想到家里太穷，我死了没钱再买个媳妇回来，所以给我留了一条命。第二天早上，婆婆往我身边扔了一堆土药草，让我用来敷伤口。土药草就是刚从地里拔回来的不知名野草，连带着根还沾着泥。我用石头将这堆草捣烂，艰难地往身上敷。我躺了几天了，婆婆看不下去，又开始催我下地干活。我忍着疼，一瘸一拐挑起担子往地里去。挑粪淋地的时候，因为一下子起得太猛，伤了的身体承受不住，人一下子摔进了粪坑里，浑身一股恶臭。但是地里的活没干完，我只能带着一身脏粪继续干活。回家的时候，我走王铁山门前那条路，我一瘸一拐地路过他家门口，看到新南荣也一瘸一拐从屋里走出来，没走几步他就不动了。一会儿王铁山就从他身后出来，把他背起来往外走。他干干净净地被王铁山背着，我浑身脏臭地挑着粪桶，一瘸一拐往家里去。我想王铁山对新南荣这么好，他肯定不会逃跑了，以后不用我看他那么紧了，免得弄出误会再挨一顿打。没想到过几天，新南荣上我家来找我，他说前几天看到我也受伤了，本来第二天就要过来看我的，但是他的脚没好，王铁山不让他出门，所以就拖到了今天。现在他的脚已经能正常走路了，就是不能走太久，也不能用力。他带了许多治外伤的药过来给我，说用了这些好的比较快。我刚开始不肯用，心里多少对他有些怨恨，毕竟是因为他我才挨的这顿打。他却坚持递给我，一边说还一边要哭的样子。姐姐，你是不是还怪我？你怪我没关系，但是要养好身子呀。他一贯聪明，总是很快就能猜透别人的想法，而且他眼眶带泪。我见犹怜的模样，别说男人看了心软，我看了都不好意思再为难他。也难怪王铁山被他吃得死死的。最后我还是接受了他的药，他还主动提出要帮我上药，又送了我一些好看的头绳和首饰。那天我在服装店里试穿的衣服，他也买回来送给我了。我在他的强烈要求下，换上了这身新衣裳。他从头到脚将我夸了一遍，他的嘴很甜，说话的时候也真诚，并不会让人感到虚伪，听得很受用。当时我真的觉得我是个美女。他给我送礼，对我嘘寒问暖，陪我聊天，一通操作下来，我对他的怨恨已经消失了。他又问了我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，然后突然话题一转，又问到拐卖妇女的事情。姐姐，平时乡亲们都是怎么联系卖家拿货的？我在这里待了3年，又是大家心中的妇女主任，对于人贩子供应链多多少少是知道一些的。要是别人问我可能不会说，毕竟这件事情敏感，但是刚刚拿了新南荣的好处，拿人手软，嘴也短。我们村有个王哥，外面也有个王哥，村里有需要的时候就去跟村里的王哥订货，外面的王哥就负责拐人，拐到合适就带回来。我们村的王哥，我当时听到你叫铁山哥王哥，是他吗？是王铁山没错，王铁山在村里说话有一定分量，就是这个原因，村里有人想买媳妇的，都得去找他帮忙，所以多多少少为着他些。没想到铁山哥这么有本事。他笑眯眯的，姐姐，我们村最近有哪家要买人吗？我觉得他今天问的问题有点多，本来放松的戒心又起来了一些。
新南荣很聪明，一下子就感觉到了，他脸上笑容乖甜。姐姐这么看我，是觉得我想逃跑吗？姐姐，那你觉得我跑得掉吗？那姐姐呢？你想跑吗？他又问。他清澈的眼睛看着我，里头什么情绪都没有，很干净。当你对一个人在某些方面有猜疑，却被他挑明来说，这个猜疑就会莫名其妙被打消。这下倒是我犹豫了。我想起了差点被打死的那天晚上，不过最后还是那个回答，我不想。我的男人很爱我，我也爱他，我们还有个女儿。新南荣笑着，头歪过来靠在我的肩膀上。那我也不想呀，铁山哥家里有钱，还对我很好，我在这里什么都不用做，他净疼我了。女人嘛，这辈子嫁这么个男人就足够了，跑什么呀？我觉得他总算开窍了。女人嘛，这辈子就是要仰仗男人生活。王铁山对他那么好，家里还有钱，他该知足了。新南荣又跟我说了一些话，他说他想多了解了解村里的情况，毕竟以后是要待一辈子的。他问村里有哪些女人是买来的，问村里还有哪些人是光棍。我给他说了大半天，说到口干舌燥，晚饭时间他才被王铁山给接回去。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2斤猪肉，说谢谢我。接下去的日子，我每天都到地里干活。从地里回村的时候，总能看到新南荣从不同的家里出来。今天是已经买了老婆的伍子家，明天是还打光棍的安平家。我想不明白他这么勤快的跑别人家里干什么，跟过年走亲戚似的，感觉村里的人家都被他走完了。过了1个月，王大娘来到我家，让我明天晚上去她家帮忙做饭。说做饭我就明白了，是村里又有人在王铁山那里订货，外面的王哥带货过来了。今晚是交货的时间，交货地点是王铁山家。这个时候他们一般都会聚在一起吃饭喝酒，也算给村里买到媳妇的人庆祝。一般会摆6桌左右，有村里人，也有外面王哥带来的人。这么多人的菜，王大娘一个人做不过来，都会找几个人帮忙。我是人手之一，忙活了一整天。晚上端菜上桌的时候，我居然看到新南荣也坐在招待王哥的饭桌上。我来王大娘家做过那么多次饭，第一次看到有女人能出现在这个饭桌上，就连王铁山他娘都没有资格在这里吃饭。新南荣一个女人在桌上非常显眼，她今天还特意化了妆，本来就好看的脸蛋抹粉上色以后，漂亮纯嫩的跟早上还沾着露珠的红花似的。她今天穿的也比往常性感，上身一件背心，2根绳子从前胸绕到后脖梗，系成一个蝴蝶结，肩膀和2条白晃晃的胳膊都露出来，身前傲人的沟壑显眼又性感，下半身一件超短裤，坐下来的时候几乎能看到边边，一双美腿白而细长。桌子上的男人眼睛都忍不住往她身上瞟，特别是外面来的王哥，眼珠子几乎都要掉到他的身上。新南荣好像没觉得什么，笑得甜甜的，跟没事人似的在桌子上陪他们喝酒。我觉得他真大胆，在这里打扮成这个模样，那些男人看他的眼神也更是不加掩饰。还好她是王铁山的女人，王铁山在这里有分量有地位，能护得住她。但我没想到喝了几口马尿的男人起了色心，真的是不管不顾，居然真的对新南荣起了歪心思。我回厨房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听到外面悉悉索索的声音，就好像有人在干草堆上互相推搡，声音还越来越大。仔细听，似乎还有女人呜呜叫的声音。这个厨房后面是一块荒废的空地，被王大娘用来堆稻草的。我留了个心眼，悄摸摸地往声音发出的地方走去。月光下，我看到新南荣被外面的王哥死死捂住嘴巴，摁在稻草堆上，另一只手去扯他的背心，后脖梗的蝴蝶结一扯，他雪白的肌肤全部暴露在月光下。外面的王哥一看，眼睛全红了，喘着粗气又要去扯新南荣的裤子。新南荣不停地挣扎，转头看见了站在外面的我，他不停地摆动脑袋，狠狠咬了那个王哥一口，冲着我大喊：姐姐，救我！我撒腿直接跑回屋子里，冲着还在喝酒的王铁山叫：王哥，王哥在欺负你媳妇！一桌喝了酒的男人轰然大笑：什么王哥在欺负我媳妇？王哥在这坐着呢！我着急得语无伦次，拼命指着空了的2个位置，又指了指空地的方向。王铁山猛地站起来，怒得浑身肌肉暴胀，直接掀了桌子：王风茂，你搞我女人，我他妈弄死你！荒废的空地传出了男人的惨叫声，混杂着拳头砸在肉上的声音。原先只是1对1的打架，后来加人的人越来越多，村里的男人都出动帮忙了，外面的王哥带来的人手也不少。2拨人厮打在一起，肉搏变成了刀砍，血，很多血。我躲在角落，有血溅到我的身上，有人被砍倒，长长一道伤口从左肩划到右腰部，肠子都露出来了。王铁山倒在我眼前，他身上被划了很多刀，皮开肉绽，血从伤口处往外渗。不过他没死，像只受伤的野兽在地上喘息低鸣。我在想要不要过去将他拖到屋里，突然看到新南荣朝他的方向走过去，但有那么一刻，
我有些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新南荣。印象中的新南荣只有笑着的、撒娇的、委屈的、哭泣的，现在的他面容冷漠，身上沾着血，从乱刀飞舞、砍红了眼的人群中走来，身上完全不见了那股子小女孩的单纯娇俏，感受到的只有凛然的肃杀之气。他走到王铁山面前，却没有将他扶起，只是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眼中不再像平常一般充满着女人对男人的崇拜与爱慕，只有恨，浓稠的恨意在他眼里翻滚。他像拍一堆垃圾一般看着王铁山。王铁山大概感受到什么，睁眼看新南荣的时候，没有像平时一样叫他蓉蓉，而是叫他全名新南荣。我还是小看了你，坏事做尽，你早就该想到有这么一天，你该为我姐偿命了。他从手腕翻出一把刀，带着狠力朝着王铁山刺下去。我冲过去紧紧抓住他的手臂，滚开，不要杀人，我告诉他。看到了新南荣也坐在桌上，他特意打扮过，比在村里的任何一天都要性感漂亮。我还看到了他对外面来的王哥眉来眼去，和在桌子底下勾搭他的脚，我依旧当作什么都没看见，转身回厨房收拾东西。洗碗的时候，我看到新南荣从厨房外路过，外面的王哥左摇右晃的紧随其后，然后我就听到了那些声音。我还是往声音发出的地方跑。新南荣被男人摁倒在稻草堆上，他向我求救。我隐隐感觉到会发生什么，我麻木许久的心疯狂的跳，我期待会发生些什么。于是我按照他说的做。后来两拨人互相砍杀，血洗一地。新南荣直接冲着受伤的王铁山去，他想杀了他。我第一反应是阻止，不能让他犯事。没想到重伤的王铁山还能绝地反击，他想砍了新南荣，我帮他挡了这一刀，很疼，比石天柱打我的任何一次都要疼，但我却如释重负。这是我欠下的血债。我知道我怯懦、无能、软弱、自私、麻木、为虎作伥。我也知道石天柱不爱我，但有时候欺骗自己比无力的挣扎要好受。我没有去折磨过任何一个人，但我的手早已沾满鲜血。警察来了，这阴暗、发臭、腐烂、生蛆的地方终于被阳光眷顾，黑暗终将退散。这荒唐的一切该结束了。谢谢你，蓉蓉，希望你离开后能够战胜心里的阴霾，好好享受阳光。你穿过了荆棘，未来的路该被鲜花簇拥。